本视频时长约48分钟，带你认识马里亚纳海沟的研究与探索。马里亚纳海沟作为地球已知最深点的恐怖深度，马里亚纳海沟位于西太平洋，宛如一道巨型伤疤横亘在海底。它全长2550公里，平均宽69公里，最深处的斐查兹海渊达11034米。这里是地球的第4极，是人类探索海洋深度的极限挑战之地。自1960年人类首次成功下潜至马里亚纳海沟底部以来，截至2020年前，抵达海沟底部的人类仅有9人，这一数字远远少于登月的宇航员人数。探索马里亚纳海沟难度远超想象，每一次下潜都是对人类勇气、科技极限的考验，堪称比登月更难的探险。如此艰难的探索，却始终吸引着人类不断尝试，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秘？这深不见底的海沟，又为何能成为人类探索地球的前沿阵地？让我们一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马里亚纳海沟的探索，绝不是简单的冒险猎奇，它承载着人类对地球科学诸多核心问题的探寻渴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水深超过6500米的区域为深渊区，这片区域占据了海洋垂直深度的 45%， 却也是地球上最少被探索的极端环境。在板块运动研究中，马里亚纳海沟是绝佳的天然实验室。它处于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处，这里持续上演着板块俯冲、碰撞的地质大戏。通过对海沟的研究，科学家们能更深入了解地球板块运动的规律，追溯地球地质演化的历史，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生命的奥秘在马里亚纳海沟也有独特的篇章。这里高压、低温、无光、食物匮乏的极端环境，却孕育着独特的生态系统。研究深渊生物如何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繁衍，不仅能揭示生命适应环境的极限能力，也为探索外星生命的可能性提供了重要参考。全球碳循环，这一关乎地球气候和生态平衡的关键过程，在深渊也有着独特的表现。深海的碳储存和循环机制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深远影响。探索马里亚纳海沟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全球碳循环，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据。可以说，探索马里亚纳海沟这样的深渊，就是在探索地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科学的前沿阵地，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可能改写人类对地球的认知。马里亚纳海沟，这座深海中的神秘之地，静静横卧于菲律宾东北马里亚纳群岛附近的太平洋底。它北起小笠原海苔，一路向南延伸至西马里亚纳岛湖西南坡角，整体呈优美而又神秘的弧形。这条海沟就像是地球海洋底部的一道巨大裂痕，全长达到2550千米，平均宽度约69千米。但它真正令人惊叹的是深度。世界最深的湖泊贝加尔湖，深达1637米，已是自然界深度的奇迹。但与马里亚纳海沟相比，却只是其深度的零头。马里亚纳海沟大部分区域水深超过8000米，最深处的斐查兹海渊更是深达11034米，是当之无愧的地球最深处。如此深邃的海沟，如同地球隐藏在海洋中的一个巨大秘密，吸引着无数科学家和探险家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从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马里亚纳海沟的形成是板块运动这一宏大地质过程的精彩呈现。大约在6000万年前，太平洋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也有观点认为是太平洋板块与大陆板块相互作用之间展开了一场漫长而激烈的碰撞大戏。太平洋板块由于岩石密度大、位置低，在这场板块的较量中，逐渐俯冲插入到菲律宾海板块或大陆板块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持续的俯冲和碰撞，就像一把巨大的刻刀，在地球的地壳上雕刻出了马里亚纳海沟这道深邃的沟壑。在这个板块俯冲带，地质活动异常活跃，火山喷发和地震频繁发生。板块的相互挤压，使得地下的岩石和物质发生变形、破裂。岩浆也会沿着这些薄弱地带上升，引发火山活动。而板块之间的摩擦和错动则是地震的根源。
这种活跃的地质活动不仅塑造了海沟的形态，也为研究地球内部结构和板块运动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室。地质学家们通过对海沟区域的地震波传播、岩石样本分析等研究手段，能够深入了解地球板块运动的规律，追溯地球地质演化的历史。可以说，马里亚纳海沟就是一部记录地球板块运动历史的活化石。每一次对它的研究，都是在解读地球演化的奥秘。人类对马里亚纳海沟的探索，是一部充满勇气与挑战的历史。1960年1月23日，这是人类海洋探索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美国海军的迪里亚斯特号深潜器，宛如一位无畏的勇士，承载着人类对深海的无限好奇，缓缓驶向马里亚纳海沟的深渊。德里亚斯特号深潜器长 15.1 米，宽 3.5 米，高 4.6 米。它的载人舱采用了坚固的钢制球壳，直径达2米，宛如一个坚实的堡垒，为舱内的科学家抵御着深海巨大的水压。瑞士科学家雅克·皮卡德与美国海军中尉唐·沃尔什勇敢地进入这个狭小的空间，开启了长达5小时的艰难下潜之旅。每下降1米，水压便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舱内的2人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不适，还要面对未知的恐惧，但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勇气，成功抵达了10916米的深度，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到达马里亚纳海沟底部的先驱者。当他们到达海底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叹不已。尽管周围是一片漆黑，但借助深潜器的灯光，他们惊喜地发现，在这片被认为是生命禁区的海底，竟然有比目鱼和虾等生物在游动。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人们以往对深海的认知，证实了即使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下，生命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迪里亚斯特号深潜器的采样精度与效率极低，它没有配备先进的采样设备，只能依靠简单的工具进行有限的采样，获取的样本数量和质量都难以满足科学研究的需求。而且，潜水器依赖厚重的钛合金外壳来抵抗水压，这使得它的体积庞大，机动性较差，在海底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尽管如此，德里亚斯特号的这次下潜，为人类探索马里亚纳海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激发了后来者不断挑战深海极限的勇气和决心。时光流转，50多年后的2020年11月10日8时12分，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坐底深度达到了惊人的10909米。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我国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进入了深海科考的第一梯队。奋斗者号的成功，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和技术创新。它依托全国产化软硬件体系，拥有多项核心优势，其220公斤的有效载荷，为科学家们在海底进行大规模、多样化的采样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承载能力。高速水声通信系统实现了潜水器与母船之间的实时、稳定通信，使得科学家们能够及时分享海底的发现和数据，大大提高了科考效率。此外，奋斗者号的高国产化率不仅意味着我国在深海装备制造领域实现了自主可控，也彰显了我国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工业基础。2021年，奋斗者号在 TS-21 航次中再次展现了其强大的科考能力。它在马里亚纳海沟、雅普海沟和菲律宾海盆6000米至11000米水深区域，采集了约1700份分层沉积物和原味海水样本。这些样本覆盖了从浅海到深海的多个深度层，为科学家们研究深海生态系统、地球化学循环等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持。通过对这些样本的分析，科学家们构建了全球首个深渊微生物宏基因组与生态分析流程框架，揭示了微生物群落的高新颖性与多样性及其成因，发现了深渊微生物能够利用多种难降解有机物，部分通过抠氧化生存，表现出与上层海洋截然不同的代谢偏好。这些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深海生态系统的奥秘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奋斗者号的出现
让中国在深海探索领域迅速崛起。它不仅是中国科技实力的象征，更是中国科学家们勇于创新、敢于挑战的精神体现。每一次下潜都是对未知的探索，每一个发现都可能改写人类对地球的认知。马里亚纳海沟的极端环境堪称地球上最严苛的生存挑战。在这里，水压以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肆虐着一切。根据水压随深度的递增规律，每下潜10米，水压便增加约1个标准大气压。当抵达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水压高达约1100个标准大气压，相当于110兆帕。这是一个怎样恐怖的概念呢？想象一下，将一辆重达1.5吨左右的小汽车，全部的重量集中在你的指尖上，那种压力足以瞬间压碎任何普通物体。而在海沟底部，每平方厘米的面积上都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即使是最坚固的金属，在这样的水压下也会像脆弱的纸片一样被轻易压扁。1960年的里雅斯特号深潜器下潜时，其观察窗就因承受不住巨大水压而出现了轻微变形，这足以证明水压的恐怖威力。除了惊人的水压，黑暗也是深渊的一大显著特征。阳光在穿透海水的过程中会被海水迅速吸收和散射。一般来说，在海洋中深度超过1000米的地方，阳光就已经基本消失，陷入了永恒的黑暗。马里亚纳海沟的绝大部分区域都在这个深度之下，这里没有一丝自然光，完全是一个漆黑的世界。在这样的黑暗中，人类习以为常的视觉几乎完全失去作用，任何依赖光线的生物活动都变得极为困难。低温是深渊环境的又一杀手，随着深度的增加，海水温度逐渐降低。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处，水温常年维持在2摄氏度左右，接近冰点。在这样的低温环境下，物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反应都会发生显著变化。水的粘性增加，使得生物的运动变得更加困难，化学反应速率减缓，这对生物的新陈代谢和生理活动产生了极大的挑战。许多生物在这样的低温下，细胞的活性会受到抑制，甚至可能导致细胞破裂和死亡。此外，深渊中的食物资源极度匮乏，由于缺乏阳光，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这里没有植物生长，也就没有了最基础的能量来源。深渊生物只能依靠从上层海洋飘落下来的少量有机物碎屑为生。这些碎屑在经过漫长的沉降过程后，到达海沟底部时已经所剩无几，这使得深渊生物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它们必须进化出极为高效的能量利用方式，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马里亚纳海沟独特的极端环境，使其成为了研究极端生命的无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这里的高压环境能够模拟地球早期的地质条件，甚至可以类比其他星球上可能存在的极端环境。在地球形成初期，地壳运动频繁，压力和温度都非常高，而马里亚纳海沟的高压环境为科学家研究早期生命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和演化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样本。黑暗和低温环境促使生物进化出了独特的代谢路径。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深渊生物无法像地表生物一样进行光合作用来获取能量，它们必须另辟蹊径。科学家们发现，一些深渊微生物能够利用海底热液喷口释放出的化学物质，如硫化氢、甲烷等，通过化学合成的方式来制造能量。这种独特的代谢方式与我们常见的生命活动有着天壤之别，为研究生命的多样性和适应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与上层海洋生态系统相比，深渊生态系统更加神秘和独特。上层海洋生态系统中，阳光充足，食物资源相对丰富，生物种类繁多，生态关系复杂多样。而深渊生态系统则完全不同，这里的生物种类相对较少，但它们都具备极强的适应极端环境的能力。研究深渊生态系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生命在不同环境下的生存策略和进化机制。同时，由于深渊环境的相对稳定性和封闭性，这里的生物进化速度相对较慢，保留了许多古老的生物特征。这些特征对于揭示生命的起源和
和早期进化历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探索外星生命的征程中，马里亚纳海沟的研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宇宙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星和卫星，它们的环境千差万别，许多星球上可能存在着类似马里亚纳海沟这样的极端环境。通过研究深渊生物如何在极端环境下生存，我们可以推测外星生命可能的生存方式和特征，为寻找外星生命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在马里亚纳海沟这片极端环境下，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却异常繁盛的微生物王国。基于明渊计划发表于《细胞》期刊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个神秘世界的奥秘。研究团队通过对采集自马里亚纳海沟、雅普海沟和菲律宾海盆的1648份深渊沉积物样本进行深入分析，构建了全球首个深渊微生物宏基因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他们鉴定出了7564个物种水平的代表性基因组。令人震惊的是，其中 89.4%， 也就是约6762种，均为尚未被报道过的新物种，其多样性与全球已知海洋微生物总量相当。这意味着，在这片深渊之下，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未知的微生物世界。这些深渊微生物能够在高压、低温、寡营养的恶劣环境中生存繁衍，必然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研究发现，它们主要通过2种适应策略来应对极端环境。一种是精简型代谢策略，这类微生物通过简化自身的代谢途径，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从而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维持生命活动。它们就像精打细算的生存大师，将每一份能量都用在刀刃上，以最小的能量投入换取最大的生存机会。另一种是多能型代谢策略，这类微生物具备强大的代谢能力，能够降解芳香族化合物等难降解有机物，将其转化为自身可利用的能量。甚至部分微生物还掌握了通过 CO 氧化生存的独特技能。这一发现证实了深渊是深海碳循环的热点区域。在这个黑暗的深渊中，微生物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构建起了一个繁荣的生态系统，成为了深渊生命的基石。在深渊的大型生物中，深渊狮子鱼和端足类钩虾格外引人注目。它们以独特的生理结构和基因特征，在极端环境中实现了生存逆袭。深渊狮子鱼作为已知栖息最深的鱼类，最深可到达8145米的深海，它的身体结构宛如为深渊环境量身定制，其身体呈凝胶状，质地柔软。这种独特的身体材质使得它能够在巨大的水压下依然保持灵活的运动能力。它的骨骼也与众不同，细碎的软骨分散于软组织中，无需厚重坚硬的骨骼来支撑身体，就能巧妙地平衡内外压力。这种以柔克刚的身体结构，让深渊狮子鱼在高压环境中如鱼得水，成为了深渊中的独特居民。端足类钩虾同样是深渊生态系统中的明星物种，它拥有令人惊叹的 13.92GB 超大基因组，是人类基因组的4倍多。这一基因组大小刷新了端足目基因组记录。如此庞大的基因组，蕴含着钩虾适应深渊环境的奥秘。通过染色体水平基因组和群体遗传学分析，并综合转录组、宏基因组、代谢组等多组学数据，科学家们揭示了钩虾的群体分化、种群动态历史以及适应深渊环境的分子机制。钩虾与共生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同合作关系，它们共同调控体内的氧化三甲胺浓度，以维持细胞的稳定性，还拥有独特的纤维素代谢通路，能够高效利用深渊中有限的食物资源。令人惊奇的是，通过多组学分析发现，深渊狮子鱼和钩虾在应对深渊极端环境时，均进化出了增强抗氧化能力、积累相容性溶质的特征。这表明，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物种，却在相同的极端环境下，通过趋同进化，发展出了相似的生存策略，与深渊微生物一起，形成了一种跨物种的适应共鸣。这种跨越物种的趋同进化现象，在深渊生物中并非个例。细胞期刊发表的关于11种深海鱼类的基因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其中更深层次的奥秘。研究发现，生活在9800米以下的鱼类，
尽管它们在不同的地质时期，从白垩纪至新纪纪，分别独立进入深海环境，但却都进化出了相同的 RTF1 基因突变。这一基因突变就像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一把生存钥匙，通过调控 DNA 编码方式，帮助这些鱼类适应了高压黑暗的深渊环境。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趋同进化是生物在相似环境压力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在马里亚纳海沟这样的极端环境中，高压、黑暗、低温等因素成为了筛选生物的强大力量。不同的物种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尽管它们的进化起点和路径不同，但最终都走向了相似的进化结果，发展出相似的生理特征和生存策略。这一现象充分论证了极端环境会塑造出相似的生存解决方案。这一核心观点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在进化过程中的神奇规律和无限可能。在这个深邃的海底世界里，生命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智慧，不断书写着适应与进化的壮丽篇章。每一个新的发现都让我们对生命的奥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深渊探索的征程中，马里亚纳海沟环境与生态研究计划 MEER 计划及鸣渊计划无疑是一座闪耀的里程碑。该计划以奋斗者、好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和雅普海沟采集的海量数据为监视基础，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与自主研发的高压培养装置，首次系统性地揭示了深渊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代谢特征及其独特的适应机制。这一成果发表于细胞期刊，在科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研究团队运用多组学技术，对深渊微生物进行了深入剖析。他们发现，在这极端高压的环境中，微生物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繁盛景象。这些微生物通过独特的代谢策略，巧妙地利用着深渊中的有限资源，在黑暗、寒冷、高压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着。其中，精简型微生物如同精打细算的管家，简化自身代谢途径，以最小的能量消耗维持生命活动；而多能型微生物则像全能的勇士，具备降解多种难降解有机物的能力，甚至能够通过抠氧化获取能量。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传统认知中深渊是生命荒漠的观念，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在极端环境下的无限可能。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了深渊微生物的奥秘，更在于为微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深渊微生物独特的代谢机制和适应策略蕴含着巨大的生物技术潜力，它们可能成为新型生物催化剂、药物先导化合物的重要来源，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环境和健康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学研究中心 DOME 团队的一项研究成果，再次为我们揭开了马里亚纳海沟神秘面纱的一角。他们发表于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会刊上的研究指出，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沉积物中，存在着一个令人惊叹的巨型卤带有机物储库。通过对海沟沉积物的分析，研究团队发现，其中卤素与碳的平均化学剂量比高达1:49。这一含量远远超过了以往在全球其他海域的报道。这一发现就像是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让我们对深渊的物质组成有了全新的认识。更令人惊喜的是，在海沟的微生物群落中，研究团队鉴定出了16个门、52个目的脱卤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具有强大的代谢能力，能够代谢18种卤带有机物。这一发现首次证实了微生物在深渊碳循环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通过对卤带有机物的代谢，参与了碳的转化和循环过程，为维持深渊生态系统的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发现不仅修正了学界对深海有机物组成的传统认知，也为深入理解全球碳循环提供了新的视角。海洋在全球碳循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深渊作为海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碳循环机制的研究一直是科学界的热点和难点。马里亚纳海沟巨型卤带有机物储库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深渊碳循环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也为进一步研究全球碳循环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在深海探索的漫长征程中，传统深潜器的技术原理是一场与水压进行硬碰硬较量的耐压博弈。以1960年首次下潜至马里亚纳海沟底部的迪里亚斯特号和我国2020年创造10909米坐底纪录的奋斗者号为例，它们代表了不同时期传统深潜器的技术水平。德里亚斯特号采用了压力补偿系统，其核心是一个充满汽油的浮筒，利用汽油不可压缩的特性，在潜水器下潜过程中，随着水压增大，浮筒内的汽油被压缩，从而补偿外部水压，减轻在人舱所承受的压力。其载人舱采用了厚达127毫米的钢制球壳，以抵御巨大的水压。然而，这种设计使得潜水器体积庞大，重达50吨，机动性较差，且由于技术限制，采样精度与效率极低，难以满足现代科学研究的需求。奋斗者号则代表了当代深潜器的先进水平，它采用了高强度钛合金耐压外壳，这种材料具有高强度、耐腐蚀、低密度等优点，能够在承受巨大水压的同时，减轻潜水器的整体重量，提高机动性。奋斗者号的载人舱直径达 2.1 米，能够同时容纳3名潜航员，相比早期深潜器，大大增加了人员和设备的搭载空间。其高速水声通信系统实现了潜水器与母船之间的实时通信，能够将海底的高清图像、视频以及各种数据实时传输到母船，为科学家们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220公斤的有效载荷，使得奋斗者号能够携带更多的采样设备和科学仪器，在海底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科学考察。据统计，奋斗者号在 TS-21 航次中采集了约1700份分层沉积物和原味海水样本，为深渊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持。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从迪里亚斯特号到奋斗者号，深潜器在耐压材料、通信技术、采样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些技术升级不仅提高了深潜器的下潜深度和安全性，更使得深海科考的效率和精度得到了质的飞跃。每一次技术的突破，都为人类揭开深海奥秘提供了更强大的工具，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神秘的海底世界。在深海探索技术的创新浪潮中，仿生科技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其中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出现，堪称一场以柔克刚的技术革命。浙江大学李铁峰教授团队研发的深海软体机器人，就是这一领域的杰出代表。其设计灵感源自深渊狮子鱼，这种独特的生物能够在极端高压的深海环境中自由游动，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创新的源泉。与传统深潜器依靠厚重耐压外壳抵御水压的方式不同，这款仿生软体机器人另辟蹊径，它摒弃了传统的硬质耐压结构，采用柔软的有机硅材料作为躯干。这种材料质地轻盈，柔韧性强，能够在水压变化时自适应变形，有效分散压力。机器人的硬质电子部件巧妙地分散于凝胶状的机身中，如同狮子鱼的骨骼分散于柔软的身体组织内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内外压力的平衡，使其能够在高达10900米的深海底部自由穿梭。2019年8月，这款身长仅22厘米的深海软体机器人成功坐底10900米，完成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深海探险。它首次实现了深海电驱动扑翼游动，通过模仿鱼类的扑翼动作，在深海中灵活移动。这一突破为深海探测带来了全新的移动方式。相关研究成果登上了《自然》杂志封面，引起了全球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与传统深潜器相比，仿生软体机器人在小型化和轻量化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传统深潜器由于需要厚重的耐压外壳和复杂的支持系统，往往体积庞大，重量巨大，这不仅增加了制造和运行成本，还限制了其在复杂海底环境中的机动性。而仿生软体机器人的小巧轻便，使其能够轻松进入狭窄的海底缝隙、洞穴等传统深潜器难以到达的区域，为深海探索开辟了新的路径。它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深海装备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即通过模仿生物的独特结构和功能，
实现更加高效、灵活、低成本的深海探测。基于 MER 计划的研究成果，深渊微生物展现出了巨大的资源潜能，为生物医药研发和环境修复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生物医药领域，深渊微生物独特的代谢路径使其成为了一座潜在的新药研发宝库。这些微生物在极端环境的长期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许多独特的生理特性和代谢机制。研究发现，它们能够产生一些新型的酶类，这些酶具有特殊的催化活性和稳定性，在温和条件下就能高效发挥作用。这为生物医药研发提供了全新的靶点。比如，某些深渊微生物产生的酶能够特异性的识别和作用于某些疾病相关的生物分子，有望被开发成新型的诊断试剂或治疗药物。在环境修复方面，深渊微生物同样展现出了令人期待的潜力。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海洋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塑料垃圾、卤带污染物等难降解物质在海洋中大量积累，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威胁。而深渊微生物的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希望。科学家们发现，部分深渊微生物具备强大的降解能力，能够将塑料等难降解有机物分解为小分子物质，从而实现对海洋污染物的有效降解。以卤带污染物为例，前文提到的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学研究中心 DOME 团队的研究表明，在马里亚纳海沟的微生物群落中，存在着能够代谢18种卤带有机物的脱卤微生物。这些微生物通过自身独特的代谢途径，将卤带有机物中的卤素原子去除，使其转化为无害的物质，为海洋卤带污染物的治理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已经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某科研团队从深渊微生物中提取出一种特殊的酶，经过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成功将其应用于一种新型抗生素的研发。这种抗生素对一些耐药菌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为解决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环境修复领域，一些研究机构正在尝试将深渊微生物应用于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通过模拟海洋环境，利用深渊微生物对塑料垃圾进行降解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未来大规模的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奠定了基础。这些案例充分展示了深渊微生物在解决人类健康和环境问题方面的巨大潜力，也凸显了深入探索深渊的实际应用意义。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深海资源开发正逐渐从科学研究走向商业化应用，成为未来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根据2025至2030中国深海探索行业市场报告，未来几年，中国深海探索行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期，市场规模预计将以年均 15% 的复合增长率持续扩张。到2030年，整体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000亿元人民币大关。其中，深海装备制造作为核心驱动力，其市场规模占比超过 40%， 预计到2030年将进一步提升至 50% 以上。在未来的资源开发中，天然气水合物、多金属结合等矿产资源的商业化开采将成为核心方向之一。天然气水合物，俗称可燃冰，是一种在低温高压条件下由天然气与水形成的类冰状结晶物质。它燃烧后几乎不产生任何残渣，污染比煤、石油、天然气都要小得多，是一种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目前，降压法、加热法和化学试剂注入法是主要的开采手段。降压法通过降低海底压力，打破水合物的稳定状态，使其分解为气体和水，随后利用管道收集并输送气体。加热法则是向水合物层注入热水或热流体，提升温度促使水合物分解。化学试剂注入法注入甲醇等试剂，降低水合物稳定性，实现分解。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天然气水合物的商业化开采有望在未来几年取得重大突破，为全球能源结构的优化提供新的选择。多金属结合，又称锰结合，是一种富含锰、铜、钴、镍等多种金属元素的深海矿产资源，它们广泛分布在深海平原上，储量巨大。目前，
多金属结合的开采主要采用液力采集和机械采集两种方式。液力采集技术以高压水流为动力，通过高压水枪喷射出强大水流，将结合从海底冲起，再利用管道系统将结合输送至水面作业平台。机械采集则是借助专门设计的采矿车，这类采矿车配备着切割和收集装置，能够在复杂的海底环境中灵活作业，将结合从海底剥离并收集起来。随着深海采矿技术的不断发展，多金属结合的商业化开采也将逐步实现，为电子、新能源等众多行业提供关键原材料。海底热液系统也是未来资源开发的重要方向之一。海底热液系统是指海底深处的热液喷口，这些喷口会喷出高温、富含矿物质的流体，在周围形成独特的生态系统和矿产资源。海底热液硫化物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它含有丰富的铜、锌、铅等金属元素，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然而，海底热液系统的开采面临着诸多挑战，如高温、高压、复杂的地形等。目前，科学家们正在研发新型的开采技术和设备，以克服这些困难。未来，随着技术的突破，海底热液系统的能源利用和矿产开发有望成为现实。在推动深海资源开发商业化的过程中，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前提，充分了解深海生态系统的特点和规律，避免对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在开采天然气水和物时，需要对其开采过程中可能释放的甲烷等温室气体进行严格监测和控制，以减少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在开采多金属结合和海底热液硫化物时，要关注对海底生物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确保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平衡。深海探索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合作。联合国发起的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10年计划2021至2030，旨在推动全球海洋科学的发展，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深渊生态系统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和研究对于全球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前，深海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深海采矿方面，虽然国际海底管理局负责制定相关规则和监管深海采矿活动，但由于深海采矿技术的复杂性和潜在的环境影响，各国在采矿的许可、监管标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一些国家担心过度开采会对深海生态系统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而另一些国家则急于开发深海资源以满足自身的经济需求。在数据共享方面，由于深海研究涉及到国家的科研利益和安全问题，各国之间存在着数据共享的壁垒，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深海科学研究的进展。为了推动全球深海探索走向规范化、可持续化，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建立健全的治理机制。各国应通过签署国际协议，明确深海资源开发的权利和义务，制定统一的环境标准和监管措施，确保深海采矿等活动在可持续的框架内进行。建立联合科考机制，促进各国科研团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例如，中国发起的马里亚纳共识，倡导向全球开放共享深渊生命数据，为国际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整合全球的科研力量，共同攻克深海科学领域的难题，提高对深海生态系统的认识和保护水平。国际组织在深海治理中也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海底管理局应加强对深海采矿活动的监管，制定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标准，确保采矿活动不会对深海生态系统造成重大损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可以通过组织国际会议、提供科研资助等方式，促进深海科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全球深海治理的进程。通过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我们有望实现科学探索加生态保护的双赢局面，让深海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的同时，也能保护好这片神秘而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曾几何时，我们或许天真的以为马里亚纳海沟这样的万米深渊
是地球上最后的净土，远离人类活动的纷扰，能够保持着原始而纯净的生态环境。然而，现实却给了我们沉重的一击。研究发现，在这片深邃的海底，塑料垃圾和化学污染物已悄然入侵，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在2018年，一项发表于 Geochemical Perspectives 杂志的研究令人震惊地指出，在马里亚纳海沟中，每升海水最多含有 13.5 亿份微塑料，而海沟最底部的沉积物每升海水中的微塑料甚至达到了2200份。这一数据比之前调查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底地下水中塑料数据高出4倍左右。这些微塑料如同幽灵一般，在深海中肆意飘荡。它们不仅存在于海沟的海水中，甚至在海沟底部还形成了一个7至11公里的塑料沉积物。据推测，这些塑料主要来自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工业化地区和大太平洋垃圾带，它们随着洋流的运动，最终抵达了这片遥远而深邃的海沟。化学污染物的问题同样严峻。细胞期刊上的研究明确显示，在马里亚纳海沟1万米深的沉积物岩芯中，检测到了高浓度的多氯联苯 PCBs 和多溴联苯醚。多氯联苯曾广泛用于电气设备和电器，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禁止。多溴联苯醚则是一种阻燃化学品，直到21世纪初还在消费品中广泛使用。这些有害化学物质不仅在沉积物中大量存在，甚至在深渊狮子鱼的肝脏组织中也被检测到，其含量之高令人担忧。这一发现清晰地表明，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深入到了地球的最深处，对深渊生物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微塑料和化学污染物的存在给深渊生态系统带来了多方面的危害。对于深渊生物来说，微塑料的物理特性使其容易被误食。这些微小的塑料颗粒难以被生物消化，会在生物体内不断积累，导致肠道堵塞、营养不良等问题，严重影响生物的健康和生存。而化学污染物如多氯联苯和多溴联苯醚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突变的特性，它们会干扰生物的内分泌系统，影响生物的生殖、发育和免疫功能，导致生物种群数量下降，甚至可能引发物种灭绝。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些污染物的存在会破坏生态平衡，它们会影响微生物的代谢活动，改变海洋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进而对整个食物链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到深海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功能。面对马里亚纳海沟生态系统遭受的威胁，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深海生态的脆弱性，积极寻求保护与探索的平衡，以实现深海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深海生态系统，尤其是像马里亚纳海沟这样的深渊区域，具有极高的脆弱性。深渊生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适应了极端的高压、低温、黑暗和寡营养环境，它们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繁殖能力也相对较弱。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些生物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甚至可能永远消失。深渊狮子鱼的生长周期长达数年，繁殖率较低，若其生存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种群数量的恢复将面临巨大挑战。在深海资源开发的浪潮中，国际海底管理局对深海采矿的监管争议不断，一些国家和企业急于开发深海矿产资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而另一些国家和环保组织则担忧，深海采矿会对脆弱的深海生态系统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这种争议的背后，凸显了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为了实现深海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秉持探索先行、保护优先的原则。在开展任何深海资源开发活动之前，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生态评估，通过科学的方法评估开发活动对深海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影响。只有在充分了解这些影响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开发计划和保护措施，确保开发活动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建立深海保护区是保护深海生态的重要举措。我们可以在马里亚纳海沟等重要的深海区域
划定一定范围的保护区，限制人类活动的干扰。在保护区内，禁止进行商业性的采矿、捕捞等活动，只允许进行科学研究和监测，以保护深海生物的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同时，要加强对保护区的管理和监督，确保保护措施得到有效执行。推动绿色深潜技术的研发也是关键。随着深海探索的不断深入，深潜活动对深海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受到关注。我们应加大对绿色深潜技术的研发投入，开发出更加环保、低干扰的深潜设备和技术，采用新型的材料和设计，减少深潜器在运行过程中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优化采样技术，降低对生物和地质样本的扰动，从而减少深潜活动对深海生态的负面影响。保护深海生态，就是保护地球的未来。马里亚纳海沟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平衡的维护对于全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应增强环保意识，从自身做起，减少塑料垃圾的使用，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共同为保护深海生态贡献力量。马里亚纳海沟，这道地球最深的裂痕，不只是深度的极致体现，更是科学探索的前沿阵地，生命奇迹的诞生摇篮，技术攻坚的试炼战场。从它的形成，我们洞悉了地球板块运动数十亿年的壮丽史诗，那是地球内部力量的永恒角逐。在它的深渊中，生命以令人惊叹的方式进化，微生物、狮子鱼、钩虾等生物，各自用独特的生存策略，诉说着生命适应环境的无限可能。趋同进化的奥秘在此被生动演绎。探索马里亚纳海沟的历程，是人类科技发展的辉煌篇章。从早期迪利亚斯特号的勇敢尝试，到奋斗者号的万米突破，再到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创新革命，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拉近了人类与深渊的距离。然而，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必须正视塑料垃圾与化学污染物对这片净土的入侵，深刻反思保护与开发的平衡。这不仅是对海沟生态的守护，更是对人类未来的负责。它让我们明白，科学探索与生态保护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我们在追求知识与资源的同时，绝不能以牺牲地球的生态平衡为代价。马里亚纳海沟的每一次心跳，都与地球的命运紧密相连。让我们以敬畏之心，继续探索这片神秘的深渊，用科学的力量解锁更多地球的奥秘。